师祖。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效果不错啊，不就是这言之事吗？听不到不就不用回答了？有意思啊，廖廷言。不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我都听不见。你身后有池塘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缺德的样子特别帅吧？你诚心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捉弄我？我方才提醒过你了，你身后有池塘，你自己不听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你现在为了给我找乐子，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为了捉弄我，你这个小学鸡今天也是很努力呢。若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，还玩吗？不玩了，拉我起来。司马江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可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你在做什么？抱着睡觉呀。你不是也经常抱着我这只小水獭睡觉吗？干嘛？你害羞啊？谁害羞了？真因之事都治不了你。啊，你给我解了吗？谢谢亲爱的师祖，我的心情终于一转轻了。心情？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心情啊？脑子里像是被什么古怪之气占据了。莫非换了他说的什么恋爱脑？你们清谷天是不是只有你喜爱编文撰字啊？亲爱的又是何种形容？亲爱的是个老少咸宜的称呼，我一般用它称呼我亲近的人，也可以用它称呼最讨厌的甲方客户。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那你把我当作前者，还是后者？我对你肯定不是讨厌嘛，没骗你哈，实话。实话。你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把这个喝了，便能醒酒了。啊，我懒得自己喝。啊。
来。我怎么变成人形啊？你怎么看着我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何时看着你笑了？你看错了。走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司马昭还是那个直男性格。师祖去哪儿啊？杀人。杀人是你口头禅吗？你是环郎新娶过门的妾室吧？我曾在环郎的轿中瞧见过你。我跟那个严公子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来是因为我看到他那天那样对你，替你感到不值。他府上已经娶了好多妾室，前2日还刚进门一个。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赶紧放弃那个始乱终弃的人渣吧。姑娘有所不知，环郎不是你口中说的那种人。我与环郎初次相见，我们便是心意相通，两情相悦。看上哪个，你跟哥哥说。呀，小翠儿，这怎么样？讨厌！哎，好的还在里面呢。亲娘，你那是被他骗了。他那种人，你不分手留着过年吗？我从严环那儿给你拿了点盘缠过来，你赶紧带着宝宝换个地方生活。这银子可是环郎让你转交给我的？不是他，你就当是吧。姑娘，这钱我不愿意收。我可以不再继续纠缠他，可若是他不能来同我说明缘由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亲娘，你清醒一点。环郎曾写诗赠我：“寄情与明月，清风送不归。”那时候，他还会同我月夜对视，泛舟抚琴。我不信一切无甚缘由，竟会变成这副模样。不哭不哭不哭！亲娘，我还想问你，你应该知道严环背后有一火焰型的胎记吧？这我知道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那个胎记的事情？我不曾听说过。好吧，不过这胎记真是个难挖的秘密。不哭不哭。看你的样子，出师不利啊。我问过亲娘了，她只知道那严环身上有火焰胎记，但并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。那只能另寻线索了。而且那亲娘活脱脱一个恋爱脑，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相信那姓严的负了她。什么是恋爱脑？就是脑子里除了情情爱爱，别的什么都不管的一种病。那你得了此病没有？我当然没有了，
我忙着顾好自己都来不及呢。那便好。情情爱爱，是这世间最无用之物。话也不能这样说，美好的情感还是很给人力量的。只有你这等修行不才者，才会有这种念头。这个祖宗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不相信情爱也很正常。还不休息吗？哦，水塔虽萌，也没必要频繁登场吧？师祖，明天我想出门逛街，能把我变回人形吗？你废话太多了，朝我休息。师祖，求你了，你别睡啊，师祖。又来，买个抱枕吧，祖宗，没几个钱。我已经有你那个抱枕了，何须再买？那能定位神魂的萤虫，指引给我念九最后的踪迹，便是这严府。想必司马娇和庭燕也在此处。逛街去喽！哎，石武灵，姑娘，敢问近日府上可有一位女子进入？姑娘说的可是我们严公子希纳的妾室？妾室？不是，我寻的那位女子，大概有这么高，很瘦，很漂亮。啊，入灵是来寻我的？那没有见过。哦，多谢。哎，入灵，入灵，哪来的小妖？别耽误我正事儿。啊，入灵，等等我！少公主，您还要在这白鹿崖附近游玩吗？最近各大宫都被师祖盯得紧，月公主再三交代，您要谨慎行事。也怪初回不争气。此时若是伴在师祖身旁的人是他，一切都会方便很多。所以我才要想办法跟师祖偶遇。如果能够讨其欢心，也许就能够帮娘亲渡过难关。可是这金山的人中，只有那廖庭燕一人入了师祖法眼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连那3灵根的废物都不如？少公主，饶命！小公主，不可随意出入法眼！不是我根本控制不了这个飞鸽。奇怪，这飞鸽怎么突然停了？有人来了，那是……师祖，拜见师祖。这飞阁不错呀，是个杀人的好地方。难道师祖要在这里杀了廖庭燕？能死在我这飞阁里，算你命好。师祖，弟子愿为您代劳，不要脏了师祖的手。你就是月之宫的？是，弟子乃月之宫公主之女。
你来人家这做客，把主人赶出去会不会不好啊？八大宫和诗氏从我司马氏夺走的，不止一座飞阁。啊！你把我一个人丢这儿啊？哎，这不是我白天看到那飞阁吗？我直接入住5星级酒店了，这景色绝了！这是给我装窃听器了吗？怎么知道我想住这儿啊？你们几大公主搞了这么大个阵仗，连一个魔域奸细都打不过，看来八大宫该易主了。师祖，你说这话的意思是？廖廷彦是魔域之人，这事你们难道不知情吗？那今日搞这么大的阵仗出来，又是为了谁？哦，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不知道师祖想如何处置廖廷彦呢？抽筋、扒皮、拆骨。我会先将他囚禁起来。这么好的福利待遇，要我在这住1个月，我都愿意。再以火炙烤肉体。再烤一会儿就能吃了。再把它扔进寒池里泡着。哇，这是什么人间天堂？最后被野兽吞噬，再不见天日。不愧是5星级酒店啊，这么舒服啊！那廖廷彦的尸身呢？没有尸身。如此酷刑之下，定然是尸骨无存了。区区一个魔域奸细，能死在师祖手里，也算他死得其所。滚！滚！他又头疼了，看来真的是很疼。就是因为头太疼了，才会完全不在乎手上的伤。可能相比起来，手上伤口的疼并不算什么。廷彦，看在你侍奉得当的份上，我可以允你一个度假。还是你想要？蛇兄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廷彦，给，这是入灵让我给你带的信。你背着我先去见入灵了。入灵有说什么吗？他说，让我今天卯时跟他去看什么赤气净天，说是很壮观的美景。
那我呢？入林有没有约我一起啊？好像没有哎，上面说让我一个人去。那现在天色看起来像6点，我是不是要出发了？蛇兄，你怎么了？庭言，自从入林把我的蛇心还给我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常常会想念入林的气息。入林应该没有对你的蛇心做什么呀，他一直带在身上，顶多沾染它的香气。那我为何会化成人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你的心爱上了他的气息，所以化形成人。那庭言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怎么样才能让入林也爱上我啊？蛇兄，你刚化形成人，有所不知啊，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不妨你拜入林为师，这样你就可以像待在师祖身边一样，顺理成章地陪着他。可是我已经有师祖这一个师傅了，我还能怎么样拜入林为师啊？师祖肯定不同意的。你跟他情同兄弟，这点小事他肯定不会不允的。我只是一条灵蛇，怎么可以和师祖以手足相论？放心吧，师祖呢，他只是不善于表达，你在他心里还是很重要的。我走了。师祖。廖庭言出门了。是。出门做什么？师祖，庭言让我来告诉您，他去找入林了。他倒是学会先斩后奏了。是谁传信给叶入林的？是弟子。我要你办的事呢？回师祖的话，这袁彻看起来平日里也无欲无求的，应该没什么把柄。不过他膝下有一子叫袁商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软肋。还有何事？弟子有一事相求，我想，说。弟子想拜入林为师，还希望师祖恩准。你已化为人形，这种小事日后自己拿主意，别再来烦我。师祖真是同意了，谢谢师祖。父亲，我探查到袁商近日常鬼鬼祟祟的在白鹿崖附近活动。白鹿崖？他去白鹿崖做什么？好像是在等人。他居然敢在司马教的眼皮子底下造次，他是嫌命太长啊！不如这样，若他能死在白鹿崖，不是正好将此事推给司马教吗？旭儿，你有长进啊！继续盯着，找个机会，让司马教先动手，然后我们再出手。好。哇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天哪，又来！中计了！司马萧是想引我们8大公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。跟他拼啊！
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昭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，那就好。
竟然被解了。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能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你狗多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怎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仙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？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锦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，师祖，今日三神山